你知道空气杀人吗？在韩国就发生过这样的真实事件。今天要聊的电影就是根据韩国真实改编的电影《空气杀人》，又一次将韩国的黑历史赤裸裸地摆在观众面前。男主名叫泰浩，是一名外科医生。他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美丽温柔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孩子。但可怕的厄运降临到这个幸福之家。一次游泳课上，儿子意外晕倒昏迷不醒，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小两口慌乱不已。好在泰浩是主刀医师，勉强将儿子抢救过来，但很遗憾，儿子是肺部硬化。虽然人抢救过来了，但未来的生活可能要在床上度过了。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妻子急逐悲痛不已。他决定放下一切照顾病床上的儿子，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天，妻子的妹妹静雅来看望姐姐，却发现吉珠倒地不起。这次吉珠没那么幸运，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人世。短短2天时间，泰浩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接连出事，他悲痛欲绝。不过他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为妻子举办了简单的葬礼。此时，他们发现了一件怪事：妻子的死因与儿子一样，是急性肺部硬化。从 CT 片上来看，妻子的肺硬化程度至少在1年以上。小姨子静雅发现了端倪。半年前，她与姐姐一起体检时，姐姐的身体状况非常良好，并没有查出任何异常。随后，泰浩拿出妻子5个月前的体检单，却是没有发现异常，也就是说妻子的死事出有因。泰浩强忍着悲痛解剖了妻子的尸体，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妻子的肺比吸了100年烟的烟民还恐怖。于是专家们一致认为，泰浩妻子这是吸了一种不明气体导致的。这时一名医生想到，几年前一位教授就研究过这种急性肺癌。泰浩连忙寻找相关信息，拜访了这位已经退休的吴教授。吴教授对泰浩的遭遇表示同情，并且说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这种病例一般发生在春季，其他季节很少出现。泰浩回去查找相关病例，果真如教授所说的一样。泰浩想要通过这些病例找到家属了解情况，给他们每人寄放了调查信，但家属们没人愿意接上吧。调查信石沉大海，但小姨子静雅可等不了。静雅是个检察官，是典型的嫉恶如仇，对待不公的事她绝不手软。比如有个刚赢了官司的性侵犯，准备大摇大摆的离开，却突然传来一阵哀嚎声。原来静雅一记飞毛腿，重重的踹向性侵犯，导致他永远失去了性侵的资格。这件事情还让静雅火上热搜，所以现在姐姐出事，她一定要找到缘由。静雅直接利用她检察官的职务，对病人家属进行拜访。首先，他们找到一位醉汉家，他的遭遇可比泰浩惨多了，不仅失去妻子，还送走了双胞胎。听见泰浩与自己有相同的遭遇时，他才同意他们调查。之后，他们来到一位老太太家中，生病的是她的孙女。看到她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泰浩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伤心欲绝。回到家中，泰浩看着空荡荡的屋里只剩他一人，妻子儿子的样子在他脑中回荡，曾经有多美好，现在就有多残酷。偶然间，泰浩看到家里的加湿器，他联想起所有病人家中都有加湿器，难道妻子的死与加湿器有关吗？带这个猜测，泰浩做起了实验，得到一个令人无比震惊的消息：所有实验用的小白鼠均死于肺部，原因是肺部吸入大量 PHNG， 这种物质只要吸入2毫升就足以要人命。可此时的泰浩却纳闷起来，这种毒物质从何而来？加湿器里面装的明明是水。这时他突然想起，妻子曾买过一款加湿器杀菌产品，将这个产品加入加湿器的水桶中，就会随水蒸气挥发到空气中，起到杀菌的效果。而且这款杀菌产品非常火爆，由此推断这款杀菌产品有可能是罪魁祸首。他看了看杀菌产品，意外发现这产品还通过质检局认证，也就是说，哪怕小姨子静雅是检察官，也没有权利申请扣查令。于是2人想从民众舆论出发，他们将收集的信息发给报社，结果自然是引起社会轰动。当然了，害人产品的高管们也没闲着，他们紧急开启会议，正讨论着如何做好这次危机公关。想想真是可笑，产品问题不是反思整顿，而是商讨如何应对。为此，他们还请来高级公关，就是这个四眼男。这四眼男也是有两下子，很快买通了报社，撤回相关报道，还有国会议员强制停止质押的私自调查。不仅如此，还找了个知名大律师。看样子，这无良公司要玩硬的了。对此，泰浩也找了个权威律师，也就是自己的老前辈。接下来，他们就开始收集证据，还通过医院病例找到很多受害者家属，并签署协议，他们要为这些受害者一起讨回公道。泰浩看他们为了治病花光了积蓄，还主动提出帮忙出诉讼费，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四眼男收买了议员，导致他们的诉讼迟迟不开庭。泰浩心急如焚，
接着讽刺的一幕发生了，一个美国人说自己的妻儿也是受害者，这才顺利开庭。韩国死了那么多人都没引起重视，一个美国人就让他们心生畏惧了。原来这次出事的无良公司总公司在美国，如果这件事闹到美国，他们裤衩赔光都不够赔，所以他们要将案件拦在韩国处理。这时四眼男又使出狠招，太昊等人看着自己请来的律师老前辈缓缓上前，但他却坐到了被告席上。原来四眼男又花重金将老前辈收买了，而且智雅先前就收集了不少证据交给他，这下他只需要从中找出漏洞就能轻松应对。而且他们还收买了一部分病人家属，一部分家庭为了治病早已清贫如洗，有了金钱的诱惑，有一部分人已经同意和解。另一边，老前辈提出不良公司正在邀请韩国权威机构对消毒剂的成分进行化验申请等结果出来再开庭。显然他们这是在拖延时间，借此时间将责任有限公司改为有限公司，就是为了逃避责任。法官看到有人当庭和解，于是宣布择日宣判。太昊气愤极了，他找到了想要和解的醉汉讨说法，但醉汉为了给妻儿看病，欠下了许多高利贷，如果偿还不了这笔债，他未来的生活只能东躲西藏。看样子四眼男就是找到了弱势群体的软肋，堵住几位受害者家属的嘴，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太昊气不打一处来，一拳揍向四眼男。不过太昊和静雅并没有为此放弃，静雅找到了先前那位教授，教授听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决定接受他的邀请。而四眼男这边继续用钱平事，还收买了化验产品的团队。不仅如此，还将一份肺部移植手术的合同交到太昊手中，也就是说，如果太昊同意和解，他的儿子就能马上进行移植手术。太昊当场拒绝了，但在之后的开庭里，太昊明显心虚了。难道他们之间又做了什么交易？而且答应出庭作证的教授，一篇早期编写的文章中写到 PHNG 没有危害，这让原告变得更加被动。而且化验代表出庭给出的结果是 PHMG 含量对人体构不成危害。紧接着他们还传唤了证人，证明此次实验的公开性。令静雅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证人位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姐夫太昊。原来他为了救儿子，出卖了智雅，出卖了所有人。人性真的这么自私吗？案件似乎非常明了了，法院宣布择日公布宣判。这样的结果让受害家属们痛苦不已。静雅遭到了众人的指责，似乎一切已成定局。更可笑的是，无良公司这边还在开庆工会，这里的所有人都成了金钱下的奴隶，包括要帮助智雅的教授、律师、议员。更可悲的是，总裁决定要将剩余的库存继续销售。四眼男不解地问：那再出人命怎么办？总裁看了看后面的人，不是还有那群傻 X 吗？这边的事处理好了，总裁决定将后事交给四眼男。总裁在离境前跟四眼男的对话，让人再大的眼睛。나 영국 사람이다. 네, 알고 있었습니다. 그래. 그래서 난 남의 나라 국민이 되지든 말든 관심 없어. 그냥 돈이라 보는 거지. 本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在总裁离境前，故事迎来大反转。登上飞机的总裁被韩国警方逮捕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四眼男也是受害者之一。几年前他被公司洗脑，坚信公司的产品质量，结果给家人用了，女儿被毒害，妻子想不开自杀了。起初四眼男并不知道是公司产品出了问题，直到公司的产品被澳洲市检局退回，他才知道公司的消毒剂是元凶。但他个人的力量太微薄了，根本无法撼动大财阀。那天他正好收到了太昊发来的调查问卷，于是他找到了太昊，两人一起谋划了这个局。唯独两人里应外合，才能掌控局面。而此前最重要的质检，四眼男也安排了太昊潜入，录下了最重要的证据。由此不良公司被公诸于众，无良总裁正式落网。很难想象这个产品销售长达10年之久，迫害了多少家庭，而在韩国始终没被重视起来。影片的结局也非常讽刺，韩国两党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探讨，但他们不是反思，而是踢皮球一般推卸自身的责任。